被印度用卢比收割后，俄印达成了军火联合生产协议，俄罗斯没得选。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建绍。过去我们就说过，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俄罗斯对印度军火出口出现全面中断的情况。主要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俄罗斯的军工企业要优先保障俄军作战的需要。第二，金融制裁导致印度无法使用美元与俄罗斯进行结算。第三，是西方的制裁导致了俄罗斯部分武器因为缺少零部件而无法按时交付。其实，当前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印度正在使用卢比对俄罗斯进行残酷的收割。按理说，印度算是与俄罗斯关系非常特殊的一个盟友了，在防务合作上有几十年的历史，现在仍有高达60%的武器装备依赖俄罗斯。但是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印度借着俄罗斯被制裁之机，马上推动了卢比与俄罗斯进行贸易结算。结果莫迪老先首次发现，印度终于拥有了印钱就能买廉价资源的能力，所以很快就上瘾了。印度企业一方面大量从俄罗斯采购天然气和打折石油，提炼之后再转卖给欧洲，挣的是盆满钵满。印度人从此一直希望与俄罗斯建立永久性的卢比支付机制，以帮助降低货币兑换成本。但是俄罗斯随后就发现情况不对，自己手上每年有超过400亿美元的卢比盈余，不知道怎么花。关键是卢比可不是人民币，人民币可以换取俄罗斯人生产和生活所需要的任何东西，但是卢比对俄罗斯而言几乎就是废纸。印度根本就没有办法向俄罗斯提供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而且印度还以可能会遭到西方制裁为由，拒绝为俄罗斯提供必需的物资供应。多名印度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俄印已经暂停了有关用卢比结算双边贸易的谈判。俄罗斯希望用人民币等货币进行支付，但是莫迪政府极力反对扩大人民币的使用范围。俄罗斯副总理兼工业部长曼图罗夫甚至亲自下场规劝印度，希望能向俄罗斯出口汽车、汽车配件和各种工业制成品。但是印度对此并不感兴趣，因为印度的这类产品根本就拿不出手。而俄罗斯有了卢比，但没地方花，难道要逼着俄罗斯人买恒河水喝吗？在这一背景下，俄印最近举行的国防部长会谈仍然达成了帮助印度生产国防设备和武器配件的计划。据印度国防新闻报道，印度国防部长辛格与绍伊古在上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了会谈，讨论了双边军事关系和工业伙伴关系。俄罗斯同意支持印度政府所提出的印度制造武器的倡议。印度方面表示，只要莫斯科处于战争状态，俄罗斯备件流向印度就会受到限制，所以要求俄罗斯企业提供图纸和生产设备，让武器和零备件直接在印度公司生产。很多人会问，俄罗斯明明知道自己印度进行的任何使用卢比结算的交易都是处于被收割的状态，为何还要帮助印度呢？这里面原因很复杂。首先，俄印之间的货币互换协议并未到期，这也意味着俄罗斯不得不继续维持双边的关系。第二，俄罗斯无法承受失去印度这个最大军火出口市场的后果，否则将导致更多的俄罗斯军工企业的破产。第三，俄罗斯寄希望于能够找到一个变通的交割方式，但是又不想失去这个在俄乌冲突问题上保持中立的大国。总体而言，中国可以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那是因为中国出口的产品是这个世界上的硬通货，但是不等于印度也有这个条件来推动卢比结算。俄印之间的货币互换协议几乎走到了尽头。从本质上来看，中俄之间的货币互换是相互帮助和去美元化，而俄印之间的货币互换就是印度对俄罗斯的收割。普京一不小心上了贼船，想下来可不那么容易，必须寻找新的应对之策，否则就上了印度人的大当了。
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